12月26号，美国神韵艺术团重返德州，以全新的制作为当地的观众带来顶级的艺术飨宴。今年恰逢神韵成立20周年，德州各级政要纷纷发来贺信，表彰神韵的成就，并且欢迎神韵的到来。继美国德州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11月致信祝贺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12月17号，德州州参议员唐纳·坎贝尔向神韵赠送了一面曾在德州州议会大厦升挂过的德州州旗，借此表达德州州政府对神韵的支持与感谢。坎贝尔在表彰证书中表示，以此表彰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并感谢其捍卫人类自由。与此同时，另一位德州州参议员伯里斯·迈尔斯与多位州众议员，包括斯蒂安·曼努埃尔、罗恩·雷诺兹、特里梅萨、芭芭拉·格文·霍金斯在内，发来联合决议，祝贺神韵20周年，并表彰神韵在艺术成就和文化贡献方面所做出的持续贡献。他们在联合决议中写道：神韵始终致力于分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展现了鼓舞人心的韧性和艺术造诣，引起了各个年龄层、各种信仰和背景人们的共鸣。在过去的20年中，神韵艺术团精彩绝伦的演出征服了世界各地的观众，其20周年巡回演出正受到孤星洲无数居民的热烈期待。除此之外，神韵今年德州巡回演出的首站，休斯敦市的市议员特维拉·卡特·玛丽南·霍夫曼也向神韵发来褒奖。卡特在褒奖令中写道：神韵通过精湛的艺术，包括中国古典舞蹈、现场交响乐演奏和丰富的故事叙述，向世界各地的观众传递着美、慈悲和希望的信息，深深激励着他们。这张证书进一步彰显了您的勇气、韧性和对艺术自由的坚定承诺。尽管冲突不断，神韵始终坚定不移地履行其使命。您的坚持不懈，有力地证明了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霍夫曼则写道：凭借勇气、毅力以及美国立国原则赋予的艺术自由，神韵在持续遭受跨国打压的情况下仍坚持使命。休斯敦市因神韵这样的艺术团体而更加丰富多彩，其对真理、美与文化表达的坚守堪称强而有力的典范。神韵艺术团自12月26号起将陆续在德州10个城市进行演出，详情请登录神韵官方网站查询。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周琦、李欣综合报道。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即将于12月30号第18度莅临台湾，展开2026演出季共33场的全新演出。台湾是神韵本季亚洲巡回演出的首站。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外交部部长林佳龙等120位政要及地方政府的首长纷纷致赠贺词，欢迎神韵再次莅临，为台湾民众带来顶级的艺术飨宴，并且预祝神韵的演出圆满成功。多年来，神韵以世界第一秀之姿，在台湾主流社会和政商精英圈积累了顶级口碑。精湛的中国古典舞技艺与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广为传颂，几乎年年成为政要名流争相观赏的文化盛事。2025年12月30日到2026年2月8日，神韵将在台湾8大城市带来33场精彩演出。近日，台湾众多政要纷纷通过贺词以及公开发文，表达对神韵的欢迎与祝贺，为神韵来台演出增添浓厚的期待氛围。在中央政府层级，共有13位政要致赠贺词。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冠绝古今盛赞神韵的艺术成就；考试院长周鸿宪提赠舞姿绝伦，赞扬神韵绝顶的舞蹈水准。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考试院副院长许书祥则分别以舞动起义、舞动风采表达对演出的期待。外交部长林佳龙以神采奕然、风华流韵来形容神韵。数字发展部长林宜静提赠神韵共赏、雅意长传。法务部政务次长黄世杰则以艺坛精英致意。
主掌两岸事务的部会首长也齐声迎接神韵的到来。陆委会主任邱垂正以神舞飞扬，运传四海表达祝贺。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罗文嘉送上神采妙运、圆满成功的祝福。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也分别以艺海扬帆、神武凌云传古韵、艺术光华耀四方欢迎神韵再临台湾。曾观赏神韵演出的国立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也以神飞清秀舞，运动不生莲，盛赞神韵高超的艺术表现。另外，5位直辖市市长、14位县市首长以及70位立法委员也陆续致赠贺词，展现对神韵演出的高度重视。多位地方议长、议员也发文欢迎神韵莅临台湾。总部设于纽约，成立于2006年的神韵艺术团，2026年将迎来成立20周年。自2024演季起，神韵已有8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同步在全球巡回演出，足迹遍及5大洲200多座城市。神韵以复兴共产主义出现之前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通过舞蹈、音乐与舞台艺术，呈现敬天重德、忠义人性等传统道德价值，为不同族裔、不同背景、各年龄层的观众带来一场场震撼人心、气势磅礴且华丽动人的艺术飨宴。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圣诞新年之际，多位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士以及丹麦的政要议员们纷纷向新唐人观众送上新年祝福。日本议员丸山智章特别祝福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期待正义早日彰显。丹麦议员向勇敢抗争、追求自由的人们致敬。瑞士议员则希望人们在新的一年都能够自由地实践信仰，而不受到迫害。Freedom-loving Chinese viewers of NTD, I want to wish you the happiest of years ahead. I hope you have a great, happy new year, a wonderful 2026. And to all our viewers in Asia, to include China, I also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And let's make 2026 better than 2025. I'm wishing all of the viewers of NTD a happy new year. 新的一年迈向元旦，2026年要到了。亦预祝大家平安快乐，心想事成。I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of you out there being every day suppressed from your individual rights and fighting, taking risks, fighting not only for your own liberty, but for the liberty of all Chinese peopl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re never alone. J'aimerais souhaiter une année nouvelle où tous celles et ceux qui pratiquent leur foi puissent la pratiquer de manière libre, sans être persécutés. Je souhaite une belle et nouvelle année qui s'annonce à tous les pratiquants du Falun Gong ainsi qu'à son fondateur, de façon à ce que l'année 2026 fasse un pas en avant vers les droits de l'homme et vers le respect de tous les citoyens, de tous les pratiquants du Falun Gong. Merci et bonne année. 李光先生の素晴らしい教えは全世界中に広まって今たくさんの仲間たちが学び実践をしております。ただ中国ではたくさんの仲間が苦しい思いをしております。天網恢恢疎にして漏らさず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す。正義を信じて必ず皆が喜べる日が来ることを望んで新年の挨拶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李光先生のご健康とご多幸を心より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好的，镜头转回美国。周五呢，还是圣诞的假期期间啊，川普总统已经开始工作了。他通过在社交媒体发文，向美国民众传递他的工作成绩和近期的施政的目标。圣诞节第2天，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没有公开活动，但从早上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不断的发帖，包括一张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照片。照片中，总统把桌上摆着的一架模型飞机放在了焦点的位置，飞机向上飞翔，上面写有“美国优先”和250周年字样，借此表达对国家未来的信心。
在一张图表中，川普总统标注，美国的平均房价已经从2022年最贵的51.1万美元下降到了37.5万美元。通过转发的贴文和报道，川普总统再次要求参议院终结备受争议的阻挠议事规则。自今年10月以来，川普总统一直在敦促终结阻挠议事规则，但参院共和党人依然部分支持保留60票立法门槛的内容。川普总统自己筹集资金修建白宫的新宴会大厅，旧建筑的东翼部分在今年10月被拆除时一度招致批评，担心会破坏这座历史建筑。日前，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宣布，白宫将在1月8号向该委员会介绍东翼的重建方案，这将是白宫重建方案第一次进入联邦审查程序。白宫新宴会厅计划占地9万平方尺，将大幅提升白宫的接待能力，但因为新的建筑方案已经超过了占地5.5万平方尺的白宫主体建筑，因此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川普总统在第二任期中对回归传统方面强力出手，通过不间断的行政令，成立了不同的机构，强令政府、军队、大学和博物馆等机构转变思想，重建美国人的传统信仰、自由价值和常识文化。受川普政府行动的影响，各大企业在过去11个月中陆续放弃了多元化 DEI 政策，重新打造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川普总统第二任期把美国的移民政策和移民现状扭转了180度，他重建了南部边境，连续7个月非法入境人数为0，主动离境和被驱逐的非法移民超过250万人，他们中包括数十万计的黑帮成员和犯罪分子。边境安全带来的好处包括被走私入境的毒品锐减，人口贩卖现象大幅降低等。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加强了对签证申请者的审查。明年，随着 H-1B 签证新规则的实施和黄金签证的启动，将有大批富豪和高科技人才进入美国。新唐电视台记者任浩，美国华府报道。川普总统周四表示，他已经下令对尼日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 ISIS 恐怖分子发动致命袭击。他指责这些恐怖分子迫害基督徒。同时，叙利亚的安全部队在和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的协作之下，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的高级头目。周四傍晚，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宣布，今晚在我作为总司令的指示下，美军对尼日利亚西北部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发动了强大而致命的打击。多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恐怖分子一直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残忍杀害无辜的基督徒。他表示，曾经警告过这些恐怖分子，如果不停止屠杀基督徒，将付出惨痛代价。虽然空袭具体影响范围尚未公布，但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一段影片，至少有1枚炮弹从一艘军舰上发射出去，目标是伊斯兰国营地中的武装恐怖分子。美国非洲司令部表示，这次空袭发生在索科托州，适应尼日利亚当局的要求并协调行动的结果，一举击毙了多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外交部表示，这次袭击是与美国正在进行的安保合作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情报共享和战略协调，以应对该国境内肆虐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发文感谢尼日利亚政府的支持与合作。他还说，更多行动即将到来。在过去几个月，川普总统一直在关注尼日利亚基督徒的处境，并在11月要求海克塞斯为发起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近日，国务院也宣布将限制向参与杀害尼日利亚基督徒的尼日利亚个人和家属发放签证。事实上，尼日利亚正在与多个武装团体作战，其中包括至少2个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组织。尼日利亚政府曾表示，许多不同信仰的人都遭受过极端组织的攻击，他们愿意与美国合作，打击这些武装团体。与此同时，叙利亚安全部队周四宣布，在与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的合作下，在大马士革郊区展开的连续打击行动中，逮捕了一名伊斯兰国重要头目，并击毙了一名高级指挥官。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约西，美国报道。川普总统日前宣布，美国海军将建造2艘川普级新型战列舰和小型的巡防舰等，组成一支黄金舰队。那么，这些新舰艇将具备怎样的战斗力？对印太局势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来看专家的解读。康普佛中校，节日快乐！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Happy holidays, Melinda. 节日快乐。
中校，您曾任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在听到川普级新型战列舰计划时，您首先想到了什么？这种新舰艇的确很令人瞩目。我不清楚美国将耗资多少来建造它，但相关介绍显示，这种舰艇具备许多功能，其中一些新功能甚至还有待开发。总统表示，这些军舰将比我们以往建造的任何舰艇都更大、更快，也更强。在当今海战领域中，究竟是什么决定军舰的真正战力？其实，这正是各国在积极研究的课题，大家都在非常仔细地评估，因为无人机、超音速导弹、水下及水面无人机载具等新技术的出现，为武器弹药的使用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方法。当然，还包括新一代现代化的反舰导弹。我们已在黑海看到了实际例子，俄罗斯海军当时被乌军逼退并赶出了黑海，而乌克兰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海军，却非常有效地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军舰。据介绍，川普级战列舰预留了雷射武器的位置，它虽然不再使用电磁轨道炮，但仍保留了可在舰上部署轨道炮的空间。此外，还将搭载大量垂直发射的超音速导弹。新舰还配备了一种直升机甲板，具备自行发射无人机的能力。综合所有配置，这无疑将是一艘战力相当强大的军舰。这些新舰艇将怎样与包括航母、潜舰与驱逐舰在内的现有海军体系整合呢？我认为新舰艇能很好地融入现有的海军体系。据介绍，它们可以成为航母打击群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独立作战舰艇使用。在现代海战或空战的作战模式中，已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巡飞弹药及其他装备。虽然过去那种只能依赖航母、从航母起降、有人驾驶战机的概念还没完全走入历史，但无疑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新舰艇也为未来的技术改造预留了空间，因此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并具备相当高的生存能力。这些新舰艇与中共的最先进舰艇相比，哪个更强大？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会因此发生实质改变吗？中共是拥有很多舰艇，但我很怀疑其中一些舰艇的真实性能。中共经常吹嘘，称这些军舰能执行非常惊人的任务，但我一直很清楚，中共的宣传往往都夸大其词。不过，虽然川普级新舰艇的能力非常强大，但却无法很快到位。预期大约在2030年代，美国能拥有20到25艘这样的舰艇。我相信，他们很可能对南海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不过，到那时，南海的整体战略情势会是什么样，现在很难判断。感谢您跟我们分享见解。周五，日本内阁批准了高达9万亿日元的国防预算案，约合58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9.4%，创下历史的最高纪录。日本的防卫大臣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眼下严峻且复杂的区域安全环境，维持国家防御所需的最低限度支出。同时，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共同谴责中共对日本的胁迫，并且重申对美日同盟的坚定支持。日本防卫大臣周五在记者会上表示，这项创纪录的预算案旨在强化国家防御能力，应对急剧升级的区域紧张局势。今回の予算はあくまでも我が国が戦後最も厳しく複雑な安全保障環境に直面し、日本の守りを全うするために最低限必要な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本还计划在2026年12月前修订现行的安全与防御政策，进一步强化军事能力。现行的安保战略将中共列为日本最大的战略挑战，并要求日本自卫队在美日安保同盟的框架下扮演更加积极进攻的角色。新预算案将拨款超过97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强化日本远程弹道导弹能力，同时大幅扩增无人机等无人装备的生产投入。该预算案通过之际，中日关系持续恶化。首相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明确表态后，中共对日本持续施压。
对此，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近日提出决议案，谴责中共对日本的胁迫行径。根据决议案，这些胁迫行为包括中共战机在冲绳县东南方国际空域以雷达锁定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北京发布旅游警示，指示中国公民避免赴日旅行等。议员们呼吁中共当局停止对日本的胁迫性行动，并就区域关切事项展开建设性对话。决议案指出，如果对于中共在军事与经济层面的施压视而不见，将对其他国家造成危险的先例。周五，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这些决议案的提出再次确认美国国会对日美同盟的坚定承诺，同时彰显美国国会对日本的跨党派支持，日本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另外，周五下午，日本静冈三岛市一家橡胶工厂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闯进工厂，持刀刺伤8人，还向7人泼洒不明液体，造成身体伤害。案件共造成15人受伤，这名男子已被当场逮捕。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中共的军中大清洗，在许多的高级将领落马之际，中共的国防部部长董军出事的传闻不胫而走。据最新的爆料说，中共军方近期再次的出现重大人事异动，中共党魁的军中大秘钟绍军被带走调查，董军也被免职。但是目前官方并没有公布相关的消息，情况仍待进一步的核实。周四，中共政治局开会声称，明年要加大所谓的反腐力度。那么，这又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来看分析报道。中共党媒周四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25号召开会议，听取中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明年的所谓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会议声称，要推动纪检监察工作，以更高标准反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在2026年。跟军队反腐一样规模的政府高官纷纷落马，而且这个清洗的力度清洗政府和这个党务机关，甚至可能中央部委的这种工作，会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军队的这个反腐败一样，这也就意味着清洗的升级。自2023年开始，中共开始军中大清洗，从火箭军到陆军、海军的高级将领纷纷落马，目前也已经波及到了空军。四中全会前夕，10月17号，中共国防部罕见同日通报，包括何卫东、苗华等9名在内的上将落马。随后，军报接连发文大谈这一案件，声称要肃清流毒。分析认为，这些人都是中共党魁亲自提拔的军中亲信，而军报的发生恰恰泄露习党魁目前在党内的尴尬处境。习近平由于这个军中哼哈二将落马，党政系统中也受了围剿，他是逐渐成为光杆司令，逐渐的是被架空。现在军队的反腐，就是习近平在军中的干将，他所提拔的几乎都完了，这就是打习近平的脸。习近平现在整个的他的统治他的权力已经到了非常危险，到了最后的阶段。12月25号政治局会议当天，中共军报刊文再次发文，重提何卫东、苗华等人的案件，并强调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要清除害群之马等等。中共最高层的权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次军报配合这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高调提出现何卫东之类的他们的流毒，其实就是要全面肃清习近平在军队的影响。时评人蔡胜坤12月25号爆料称，随着苗华、何卫东所谓反党集团牵扯的高级将领越来越多，习近平的军中大秘钟绍军已经确认被抓，董军也已经被免去国防部长，但保留了他的上将待遇。不过12月22号，董军出席了晋升上将仪式。董军2023年12月接替落马的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但至今并未按照惯例升任军委委员和国务委员。他在苗华出事后已多次传出被调查的消息，但由于中共向来黑箱作业，外界无法核实真相。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瑞采访报道。本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将和川普总统在佛州海湖庄园见面，讨论包括领土和安全保障在内的和平方案的细节。乌方认为，新年前可以敲定很多的内容。
与此同时，美俄代表也就最新的和平草案举行了电话会议。另外，有俄媒报道，普京日前曾暗示，他想要的是整个的乌东顿巴斯地区，而且愿意通过交换领土来实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证实，他本周日将前往美国佛州与川普总统会面，希望借此机会尽快敲定和平框架中的所有细节。У нас широка адженда, вона буде на вихідних. Я думаю, ми будемо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саме ці документи, як я сказав,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Чи буде обговорено територіальні питання? Всі питання, по яких у нас є питання, є розбіжності, ми точно, наша сторона їх підніме. 泽连斯基表示，除了一些敏感问题外，20点和平草案已完成了90%。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与美方一一落实所有内容。他认为新年前可以敲定很多内容。和平进程似乎在缓慢推进，但俄军的攻击却没有减弱。俄军无人机和导弹周五袭击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和切尔卡瑟地区，共造成至少2人丧生，14人受伤。Я думаю, що кардинально нічого не зміниться. Я думаю, що ці обстріли можуть ще продовжитися. Ну, росіяни ж не хочуть нічого змінювати. А то, що вони від нас потребують, ми не згодні. 周五，普京主持武器生产会议。他声称，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已大幅提高了最紧缺武器的产量。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2022 год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особо востребованных в ходе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продукции и изделий в 2025 году увеличилось кратно. 普京近期还签署了创纪录的国防预算，预计2026年将投入至少1660亿美元用于乌克兰战争，约占政府总支出的1/3。这不能不让外界怀疑莫斯科对于停火的诚意。俄罗斯的主要报纸《商业人报》日前报道称，普京在平安夜与一些俄罗斯顶级商业人士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普京暗示他想要的是整个乌东顿巴斯地区，但在该地区之外，他可能愿意交换部分俄军控制的领土，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目前，俄军控制着顿巴斯近90%的土地。克里姆林宫周五表示，俄方在分析了最新版的和平草案后，俄罗斯代表在普京的指示下与美方举行了电话会议，双方同意继续对话，但莫斯科没有透露通话细节。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韩国的独立检察组周五就前总统尹锡悦发布戒严令相关的案件，向法院求处10年有期徒刑。法院预计在明年的1月16号宣判，这将成为尹锡悦多起案件当中的第一项判决。周五，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前总统尹锡悦相关案件。南韩独立检察组就尹锡悦涉嫌妨害特殊公务执行、职权滥用及妨碍权力行使等罪名，向法院求处10年有期徒刑。尹锡悦身穿深蓝色西装出庭，全程听取检方求刑意见，这也是独检组首次针对其案件提出具体刑期。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去年12月3号的戒严令风波，于今年1月遭到逮捕，3月一度获释，7月再被羁押。周五上午，法院外聚集不少支持者迎接尹锡悦，他们高喊口号，表达对求处重刑的不满，并质疑审判程序不公，呼吁国民关注。法院预计在2026年1月16号宣判，该日期也接近尹锡悦居留期限期满，这将是他所面临到7项起诉案中的第一个判决结果，被视为后续内乱罪等重大案件的风向球。内乱罪案件正由另一个合议庭审理，预计在明年2月一审宣判。此外，正在接受审判的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本月初也遭到检方求处总计15年的有期徒刑。新唐人亚太电视叶恩杰编译。下面是本期的国际聚焦。近日，一批价值40万美元的龙虾在运往美国会员超市好事多的途中失窃，警方怀疑是有组织犯罪所为。FBI 目前已介入调查，因为龙虾不能久藏，所以这批失窃龙虾的最终下落令警方好奇。12月24日，澳洲总理哈尔巴尼斯宣布设立国家勇气奖，表彰在悉尼邦迪海滩恐袭事件中挺身而出救人的平民与急救人员。该事件造成1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是澳洲自1996年以来最严重的屠杀事件。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名企业主华克被誉为现实版圣诞老人。近日，他以17亿美元出售了自己的公司后，拿出了其中的2.4亿美元发给540名全职员工作为圣诞奖金，平均每人超过44万美元。不少基层员工因为这笔钱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委内瑞拉当局在圣诞节当天释放了99名囚犯，称此举是善意之举。当局指出，获释者多因涉2024年大选后的暴力行为而遭拘押，当时约有2400人被捕。人权团体称，目前仍有至少902名政治犯遭马杜罗政权关押。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宁修综合报道。圣诞节刚过呢，美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迎来新的天气挑战。气象部门说，一场强冬季风暴即将横扫五大湖地区和东北部地区，部分区域呢甚至可能演变成为炸弹气旋的天气。暴风雪、结冰的路面和强风叠加，预计将对节后返程的人们以及航空的以及公路的交通等等带来明显的影响。那么最新的消息是，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 AccuWeather 的最新预测，这场冬季风暴将从本周日开始影响美国大片地区。从周日到周一，风暴将席卷美国中西部和五大湖区，带来强降雪和雷暴、强风以及暴雨等多种风险。风暴将在本周末横跨美国，并在吸收来自墨西哥湾的水汽后迅速增强，最终影响从科罗拉多州到缅因州在内的20多个州。预计出行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集中在五大湖区。气象学家指出，这场风暴有可能在五大湖地区达到炸弹气旋标准，当地居民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在宾州北部、纽约上州以及新英格兰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冻雨现象，路面和人行道湿滑，交通事故的风险明显上升。包括芝加哥、底特律、费城和纽约在内的东北部地区，持续的降雨将给节后返程的人们带来一些麻烦，航班和高速路的运行将受到一定的干扰。气象部门提醒，风暴过后，强风和严寒仍将持续。随着新年的临近，人们需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提前规划出行，确保安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田心综合报道。近日，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加州逮捕了100多个非法移民卡车司机，他们涉嫌从事各类犯罪活动，目前已经被拘留，等待移民程序。一场名为“公路哨兵”的逮捕行动圆满结束。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周二报告，在加州各地的高速公路上抓捕了101名非法移民卡车司机，并严重打击了中北加州的货运公司。这些司机来自印度、墨西哥、哥伦比亚、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家，全部是非法移民，正在面临移民程序。而被突击的货运公司涉嫌从事犯罪活动，包括人口走私、劳工贩运、毒品贩运以及货物盗窃等。联邦当局批评这些非法移民本不应该拿到卡车驾照，但加州允许他们申请上路，导致了一系列致命车祸。今年早些时候，一名持有加州核发卡车驾照的印度公民在佛州高速公路上试图非法掉头，结果导致发生严重车祸，3人死亡。调查官员证实，这名司机的英语和道路标志考试都不合格，但加州和华盛顿州却颁发给他卡车驾照，最终伤及美国人的生命。受此影响，联邦加强了对卡车司机的审查，尤其在加州。国土安全调查局官员表示，南加州拥有全美最繁忙的2大港口，每天有无数货物发往全美各地，因此必须保障卡车司机完全遵守法律，保护道路安全。在加州行动的同时，印第安纳州、纽约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也展开了类似行动，逮捕了200多名持有卡车驾照的非法移民卡车司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加州报道。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